何人？竟然没死！你就是夜神，是你杀了我娘！你把我娘还给我！若不还，你又如何？那我就杀了你，替我娘报仇！ 只要我活着，一定会把你杀死。那我就留你条命，等着你来杀我。记住，我叫叶沉渊。叶神，我一定要活下去，除掉叶神，为母报仇。唯一的路就是蹒跚。 之上了。此人毅力非凡，日后必有造化。我便将他收留在云秀阁中，做一些洒扫的活计吧。是他。恭迎主上。 我已功力大成，即刻便去仙门夺取神剑，从此再无什么可以威胁到我。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好，是什么时候掉的？师尊，我捡到一个脏东西，看起来像是凡间之物。谁的呀？ 若是没有人承认的话，那就负责洒扫的白小莹，你要接受惩罚。惩罚白小莹？就是，谁让你不好好扫地的？这云秀阁是师尊的住所，岂能被这些阿杂东西污染？师尊心地善良，就会有人做事敷衍。完了，今日真是撞了凶煞，躲都躲不掉。是我的。师尊，我不知道。无妨，这是我在人间游历时做的，有些年头，许是松了，便掉在这里。不管我怎么练习，都比不过师姐们随便一试。白小莹，你这样怎么除掉叶神？
小莹，师尊，我帮你修复了一下，以后可不能粗心大意了。谨记师尊教诲。今日多谢师尊为我解围。在这仙门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总比惹来麻烦好。我来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此乃夜神降临，众仙听本君号令，绞杀夜神。夜神来了，大家快去迎敌！快！夜神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夜神，许久不见了。仙主，别来无恙。还有渡神剑。娘，是他，我终于等到这天了。不好，要是被他得逞拿走了神剑，那世上就再也没可以消灭夜神的法子了。血，我的血可以腐蚀万物，也许可以。用我的复魂锁一试。我的复魂锁！叶晨渊被吸尽了神剑，会不会就此被封印了？想必那魔头还在顽抗，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叶晨渊，你是何人？不记得我了？我是来杀你的人！找死！我要让你千刀万剐！你到底是谁？为何这神剑不听你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正好，我要让你碎尸万段，粉身碎骨！
看来这里可以感知到恨意，我劝你还是收起这些坏心思，否则先死的定会是你。杀母仇人就在眼前，怎么能说不恨就不恨了？我的耐心已经耗完了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快从我身体里出去！闭嘴！早知便早使用这招了，也省得跟你废话。是吗？我也正好。你要干什么？娘，我给你报仇了！我真是疯了。不过我可没那么容易死。什么？莫非夜神已经从神殿当中逃脱了？夜神素来狡诈，务必要提高防备。是。我这是又回到九重霄了。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我不想跟你废话，我要先拿回肉身。原来他现在只是魂魄状态，我这就把他交给师尊。来人呐，抓夜神了！有没有人？夜神在这里，抓夜神！来人，救命啊！夜神在这里！小莹，师尊，你说夜神，你知道夜神在哪？难道他们看不到夜神？小莹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一个人，夜神他……你干什么？你若是告诉他关于我的事情，我便立刻杀了他。你别想威胁我，你没有肉身，打不过九重霄的。我不介意鱼死网破，至少能先杀了你，和你敬爱的师尊，只要轻轻一刺。不要！小莹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。我能有什么？我就是听说夜神来了，就到处找他，误打误撞飞到了这里。那你为何说要抓夜神？我听说夜神杀上了九重霄，我便想要赶紧练功，支援夜神，支援大家。师尊，你一定要派重兵把守禁地，我怕我功力不够，一个不小心闯入了禁地可不行。胡闹！如此大事，岂能儿戏？师尊，他差点闯入禁地，依我看，杖责20，以防他以后再犯。对，婉言师姐说的对，应该惩罚白小莹。对啊，婉言师姐说的对，还请师尊责罚。来人，将白小莹鞭笞20。是。小心，慢点儿。我没事儿，你不用扶我。你先回去吧。没关系的，我必须得送你进去才行。走吧。婉言他们看到会为难你的，
我不想欠你人情。小莹，你怎么了？这地方还是那么破烂。还是那么破烂？难道他就是师尊说过的曾被禁锢在这儿的夜神？小莹，小莹，你受伤了，体力还这么好吗？小莹，你慢点，小莹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来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都让你慢点走了，我看看你伤口。伤口果然都裂开了，你先把衣服脱了，我去给你拿药。不用麻烦，他和我绑着，我一个人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也没人知道。还是麻烦你吧。好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要脱衣服了。不然你告诉我，这要怎么解开？你不会要一直待在这儿吧？我告诉你，在我夺回肉身、拿到神剑、解开复魂锁之前，你最好安安分分地接受现实，否则我会让你痛不欲生。小莹，你怎么还不脱衣服啊？我上床。柔柔，你能帮我把纱帘放下来吗？啊？为什么呀？这里不就我们吗？我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有点怕风寒。哦，好。白小莹啊，白小莹，现在夜神已经在你身边了，天大的机会，你如今要做的就是想尽办法杀了他。我警告你，胆敢在我睡觉时附身，你也别想拿回肉身。你未免也太高估自己了吧？你那肮脏的身体，我也不愿再见。我从未见过像你这般愚昧之人，竟主动让人责罚。等你身体恢复了，便跟我去神剑内取回肉身。此次神剑险些被夜神所得，今后务必要加强防备。300年过去了，夜神已彻底复活，再次封印夜神迫在眉睫。眼下急需从仙门弟子中选拔出新任的神剑执剑人。自本尊以下，诸位长老弟子皆可报名参试。父君、师尊，我要参加。好，报名。什么？报名，成为执剑人，夺取神剑。不用教。仙主，我愿报名参试。那我也报名参加。你是？白小莹连低阶弟子都算不上，
他只是我们云秀阁一个负责洒扫的凡人。哦，既是云秀阁之人，李涯，你怎么说？方才仙主说，不论修为，不论身份，皆可报名。云崖觉得理应如此。本尊信你，云秀阁之人，勇气可嘉，你可以参试。低阶弟子来参加神剑试炼大会，已然是个笑话。居然还有洒扫杂役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就是，灵力如此低微，有什么好鄙视的？没关系，给我们练手的罢了。到时我自会帮你拿到神剑，帮我取回肉身。好啊，不过你别忘了，执剑人拿回神剑，那便是要你的命。我忍你很久了，你以为你是谁？3番4次挑衅于我，杀了我，你就无法拿回肉身。你敢威胁我？魔气，你为何要渡我魔气？当然是赐予你力量，渡你成魔。你姿势奇差无比，短时间内别提修为大涨了，就连最基础的飞行都无法做到。没有我，你这辈子都会是一个灵力低微的废物。你竟要把我变成魔！你应该说，这是你的荣幸。你想杀便杀，休要侮辱我！我就是喜欢看你变成你最痛恨的、无恶不作的邪魔的样子。很快，你会控制不住你自己，变得如我一样。休想！怎么回事？我能凝成水了，我有仙根了。那只不过是我的魔气伪装成你的仙根罢了。不过你掌握的实在太烂，我来教你。干什么？你快住手！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不要妄图违抗我，我还可以考虑一下留你一条小命。白小莹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小莹，莫不是有夜族人闯入？快去禀报师尊！小莹，你在吗？小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我在练功，最近功力大涨，一不小心没控制住。你少来，我们都知道你并无仙根，怎么可能驾驭得了术法？定是有别的蹊跷。看来我是有必要去禀告师尊和仙长。不，千万别！哎呀，云曲姐，我不想瞒你，其实我长出了仙根，你看。只是我现在还不能熟练运用，说出来怕你们笑话。小杨，
你真的有仙根了吗？是啊，老天开眼，神剑爆发那日，我刚好在修行，一不小心就打开我的经脉，长出了仙根，每天都感觉自己功力大涨呢。但是，云曲姐你也知道，我好不容易参加神剑试炼大会，现在又长出了仙根，要是侥幸赢了他们的话，还能给大家长长士气嘛。对啊，而且我刚刚看小鹰使的那2招，果然是功力大增呢。说不定这次真的能狠狠打那些高阶弟子的脸。就是。那行吧，这一次我就当做是没看到。但你之后也别再弄出这样的东西来了，好好练习，免得长老们过来亲自问罪。就知道云曲姐最好了。那我们走了。走吧。小鹰，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没想到你这么刻苦，那我也不能拖后腿，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练习的。加油，加油！嘿，就你这点功力，还想夺取神剑，真是可笑。更可笑的是，我竟要靠你这种废物来拿回肉身。看你这样恶心的嘴脸，若不是我灵力低微，此刻就想将你千刀万剐。欲得通神，以水、火、水行分。行分则自见其杀不了又拆不开，还还困不住，绑在我旁边举报也举报不了，不能就这么放弃，我得想办法暗示一下。魂魄缺一。空明长老，我有问题。你说。听闻魂魄可脱离肉体，我想知道脱离多久会死？一般人3魂7魄离体即死，法术高强者可使摄魂术，让魂魄。那若是因为什么法器？若因什么？莫要跟我抬杠，此种假设毫无意义。给我坐下。竟敢如此小看我，要让你长长记性。3魂7魄。谁呀？竟敢打老夫！狂妄自大，不过是惩罚一样。白小鹰，是你！不是我！我不是看在云崖面子，你这洒草弟子本就没资格听课，居然还如此顽劣不堪，出去好好反省吧！偏偏今日日头这么烈，这都得算在他头上。叶晨渊，你别碰我！让我在这无聊之地许久，当然要找些乐子。我杀了你！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！你不就是想杀了我，才暗示那老头我在九重霄在你身边？可惜他太蠢了，根本没懂你的意思。你现在就是咎由自取。
重重之下，你又没人看得见我，你这么对我，我还要给你镀魔气，你不该谢谢我吗？师尊，师尊，快帮我解开身上的法术！一看便知你调皮又被责罚。既然是空明长老的意思，我便不能擅自解开这定身术。虽然我不能解开这定身术，不过好了，这样你会舒服一点。还好这世上还有师尊，不然真的要坚持不下去了。你再废话一句，我便杀了他。为什么？师尊哪里得罪你了？还是对我好一点的人都碍你的眼。还真的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唯你是从，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不要伤害师尊。好感人的师徒情。他若知道你奉命于夜神，不知还会不会对你好。那不重要。总之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只要夜神你满意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白小樱说一不二。神剑试炼大会召开在即，夜神有可能随时来袭，你要好生防范呐。云崖知道，我已派出弟子去监视夜族，提防他们有所行动。云崖，你是我心目中最适合的执剑人人选。这次大会，说到底是为你才办的。云崖定会在大会上公平公正的胜出，不负县主期望。明日就是出世。虽然你现在功力极差无比，但是抢夺神仙草这种比试，只需出其不意，即可获胜。抢夺仙草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警告你，莫要使诈。若明日不成，我必杀你，还有你的师尊。那请问夜神大人，要如何出其不意呢？其实所有的功法都是万变不离其宗，集自然力量化为己用。到你了。从未见过如此蠢材。那就不好意思了。这些年我虽然勤学苦练，但修为始终难有进步，恐怕要让夜神大人失望了。继续。若还不成，莫怪我耐心有限。这还差不多，不枉我苦心孤诣的教导。果真，被灌了魔气之后，五感更清晰，聚气也变得容易起来。我体内流动的
居然是我最痛恨的夜神的力量。总有一天，我会用你给我的力量杀了你。试炼大会正式开始，按分组进行对抗，在一炷香之内抢到桌宴上的铃兰花，则为胜者。第一轮，白小莹对初琪。小莹，加油！你可以的，我相信你。还真敢来呀！一会儿我倒要看看你要如何丢脸。这种比试，你要是敢输，我杀了你。臭扫地的，上次挨打还不够吗？又来找打。师姐，还请手下留情。那可未必。师姐，这花可不能给你。蠢笨如猪，躲什么？给我上！谁让你退回来的？这么怕死，跟你娘报什么仇？给我闭嘴！白小莹的灵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精简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，就现在！你好厉害，我们也要好好练习。林雅，出事当中，你云秀阁中那名洒扫弟子白小莹，令本尊颇为在意。她并无仙根，且资质平平，过往又并未出彩，怎么忽然之间功力就突飞猛进了呢？我收他时，虽然没有仙根，但毅力惊人。入门后，他虽负责云秀阁的活计，但学习得非常扎实，因此能有这种表现，我并不意外。师尊也说过，这世上有些人看似平庸，实则能在修习中顿悟，激发潜能，一飞冲天。我想他便是如此。原来如此，那亦需要他能控制好这股潜能，方能为我仙门所用。如若不然，很容易被那力量反噬。如此，一切将功亏一篑呀。云崖定会好生教导他，引他步入正道。如此便好。白小莹，师姐们有何贵干？只要你退出试炼大赛，这些东西就是你的。那师姐们还是拿回去吧，我不需要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想亲手斩杀夜神。白小莹，你不要油嘴滑舌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们不是来问你的，是来告知你，你要是不服从，那就打到你服从。
哪里得罪了婉言师姐？为何总如此对我？你三番几次戏弄我，还在这装天真，给我打！哼！我让你不听婉言师姐的话，我让你油嘴滑舌，我让你不听婉言师姐的话。若你不想挨打，便求我给你渡魔气。虽然我也应你，可他们实在太吵。你线下传我魔气，若被他们发现了，不仅会取消我比试资格，还有可能会把我逐出九重巷。我不要。既然你不愿，那便受着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师尊，小样。师尊，是白小樱先冲撞我们，他们。我送你回屋。小心。下来。什么？小影，你怎么了？别让我说第二遍。不能让他在这里伤害师尊。我没事。小心，慢点，慢点。我让柔柔陪我回去，敷点药就好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。多谢师尊。去吧。来，慢点。小杨，你好好休息。知道你为什么遭这些罪吗？因为你心慈手软，难成大事。我遭过最大的罪就是遇见你。就嘴硬。你这一身伤，注定无法参加明日的比试。一会儿，恐怕还要求我给你疗伤吧？求我，我就给你疗伤。不劳夜神大人费心了，我皮糙肉厚，受不得夜神大人的魔气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求我，我就应你。不必。我的耐心有限，你求还是不求？我改变主意了，明天不去比试也好，这样你就永远拿不回肉身，也无法再祸害苍生。我要做的事，岂是你能够左右的？好痛！白小燕，要活下去才能报仇。求你放过我！你求饶的样子，比你嘴硬的样子要更顺眼。确实是我不识好歹了，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屈尊降贵，为我疗伤。你这样看着我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把眼睛闭上。你说的对，是我不懂事。
梦游人间烟火，琳琅星河能否再添一个我？先前醒着的时候杀不掉，那便试试在梦里。入梦术。欢迎夜神来到我的梦境。是你把我拉进来的。因为只有我，才无时无刻不想杀了你。叶晨月，去死吧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在3界内皆无敌手，又怎会被拉入你的梦境？难道这不是我的梦境，而是我被拉入了你的梦境？才明白过来，晚了。怎么，想不起来了？那我替你回忆一下。好想你，呀！滚出去！别骂了！滚出去！小妖怪！滚出去！小妖怪！别骂了！你们别骂了！滚出去！你滚出去！你的仇人就在你面前，你连你娘的仇都报不了，真是没用。求你，你滚出去！快住手！小妖怪，滚出去！你个小妖怪！可是我不想滚出去！如此有趣的场景，不如多看看。我求你，我求你快住手！我求你了！
这是我给你的惩罚，怎么能轻易停下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快坚持不下去了，让我好好活着，可我竟无法受人重视，又无法忘记这一切，我到底要怎么办？呀！不要！别哭了，我只是不想让你脏了我的梦境。娘，怎么回事？难道不？他不可能为我那么做，一定是我被入梦术反噬了，才会做出那么荒唐的梦。花瓣，难道刚刚真的是他？为何一副痴傻的表情？马上就是第2次比试，还不快睡？要你管！这么变态，怎么可能是他？哎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第2关考验的是你们的能力和勇气。你们要穿越幽兰林，收服灵兽，收服灵兽等级高者胜出。切记，幽兰林中险恶重重，千万要以己身安危为重，不可逞能。是。既如此，比试开始。大家要小心些，这里好恐怖，这什么也看不清。要不然我们回去吧，听说这里的凶兽可多了。再怎么看也没用，这里的灵兽，随便哪个想杀你，都易如反掌。我有妖怪吧？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他今日心情不好。妖怪来了！别吃我，我的肉不好吃。给我出来！别说。师姐，你看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，原来是只小狗啊！吓死我了！好可爱的小狗。原来它怕狗啊！这么可爱的小狗你也怕？
把这丑东西拿开，别脏了我的眼。别听这个魔头乱说，最可爱了。快去找你娘吧。师姐，师姐，这迷雾实在是太大了。 看来我们一直在原地绕圈。果然无甚根基，如此大的迷阵，竟没半点发觉。劳烦夜神大人陪我兜圈子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白小莹，又见面了。 婉言师姐若是想要叙旧，大可等试炼结束之后，我就先不奉陪了。你以为你走得掉吗？师姐这是何意？真是不懂，师姐为何老揪着我不放？放不放过你，决定权在你手里。若你现在放弃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 我不过是个洒扫杂役，师姐用不着这么大阵仗。这一关的头筹必然是师姐的，若是我发现任何高阶灵兽，也定然向师姐双手封杀。哼，好一张巧舌如簧的嘴，我差点就信了。可是如今你的存在才是我最大的威胁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再留在这里，给我上！ 你破了这瘴气，不就知道了？乾坤万物，天地阴阳，三界无邪，天无照炼。瘴气破了，师姐。居然可以破了我的瘴气，看来老天。 都注定不能让你们死得太轻易了，否则我儿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。他怎么了？这就要问问你们九仇笑的地府了，到底是谁杀了我的孩子？定是白小莹杀了他。是的，我们刚才都走在一处，只有他是单独行动。再说了，我们都不认识你儿子。 他却能一眼认出来，这还不能够说明吗？对，就是他杀的，我们都看到了。不是我杀的，就是你杀的。你只是一个人，只有你是一个人，我们都是走在一块儿的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真是残忍，好残忍啊！你还不快来帮我！ 真怕狗！堂堂夜神如此没用。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。废话少说，还要你给我儿赔死！这次白小樱真的死定了。 我们要不要先去禀报给仙主？他的生死与我们何干？我们要做的是
等他们两败俱伤之时，将犬妖烧死。还能玩哪儿套？这样一来，我们不就通过试炼？王爷说的没错，我们就这么做。不是我，你的同门都看到了，还想狡辩？是婉言，是婉言杀的，不是我！你别替他诬陷好人，就是他杀的。对，就是白小莹你自己杀的，怎么可能是婉言呢？死到临头还在狡辩！你既然杀了我儿子，那就去死吧！白小莹，你就安安心心死在这里吧。我会禀告师尊，是你贪功冒进，死在灵兽口中。凭什么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你当然不甘心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逍遥快活？这个世界对你真的公平吗？你是谁？我是。这气息像极了小莹身上的不明之力，我得先去一趟游览里，弄清楚事态。仙主，想必是灵兽异动，云崖先去探清缘由。速去。白小莹，就算你活着，也休想抢走我的灵兽。尔等蝼蚁也敢智慧？白小莹，你疯了！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我们请到仙主救你，你一定坚持住啊！废物！在我眼里，你已废我无益。小莹应该就在附近。小莹，小莹，小莹，幸亏只是力竭。是我不对，让你独自面对这些。但我得先走了。
小姐，我头好疼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您在试炼中受伤了，是长老们将您送回来的。试炼？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谁拿了第1名？是白小莹。不可能！为什么又是那个贱人？我不信！仙主，退下！你在做什么？看看你自己，可还有半点仙子的样子？夫君，不能让白小莹拿第1名。过了第2轮比试的弟子就有资格和上仙们比试了。我不要他跟云崖打，万一他赢了云崖，难道真的让他一个洒扫杂役成为9重霄的战神吗？荒唐！他怎么可能赢得了云崖？莫说是云崖，9重霄那么多长老，几百上千年的功力，你以为是吃素的吗？我知道夫君，但是白小莹她最近功力进展的实在很反常，夫君，我担心。仙主，您唤我来是为何事？幽兰林中突发异象，你云秀阁白小莹身上突然爆发出惊天之力。据本尊所知，她即便修出仙根，也只是个初阶弟子。幽兰林里，她居然比婉言还技高一筹，你不觉得蹊跷吗？此事弟子已经探查过，皆因那犬妖发狂，用妖兽之力逼入小莹体内。小莹激发了自己的潜能，也吸纳了不少功力。也有这个可能。本尊知道了，你去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起来练功，等着被人杀吗？昨日，我体内的魔气之所以会爆发，都是因为你吧？入魔的感觉不错。弑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如今你还要让我入魔，我只会更加的痛恨。昨日若不是夜神之力，你早就成为犬妖的口粮了。你们夜族就知道残暴的获取外界的力量，去伤害别人吗？你又有何不同呢？我虽是不想人，但我从未想过伤人。我活着，就只为了杀死夜神。如今你让我成魔，你还不如杀了我！你干什么？我就是让你知道，入魔没那么痛苦。小莹，师尊，无妨。有件事我想问你：你在幽兰林中力量几近失控，似有走火入魔之事。你如此拼命，就是为了给你娘报仇吗？初见时，你叫我不要靠近，因为你知道身上的力量会伤害别人。可如今，你要用这股力量报仇，怎么就不顾后果呢？对不起，师尊，是我没控制住自己。我下次一定不会再犯，也不会再给师尊惹麻烦了。你明白就好。
我是你师尊，你是我亲自收下的弟子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有事的。谢谢你，师尊。神剑试炼大会即将进入上仙比试阶段，有一事令本尊放心不下。云秀阁中白小莹身上爆发的力量非同寻常且来历不明，本尊深恐其为业族奸细，故而绝不能让她赢得最终胜利，夺得神剑。务必要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，查明真相。此事就交由几位长老来办，无需惊动云崖。是。经过上一轮的激烈比试，有4位功力高强的仙门弟子脱颖而出，他们是云崖上仙、永宁上仙、低阶仙士白小莹。小莹真棒，太好了！高阶仙士婉言，他们将最终争夺执剑人之位。他不是在幽兰林的关卡就被淘汰了吗？听说是西元上仙提的名，说婉言是因为受伤，让他重新替补进去的。后面好像还被仙主驳回了几次，最后是所有长老联名重新提进去的，真不公平。就是。第1轮比试，由太虚宫永宁仙君对战云秀阁云崖仙君。云崖，今日你若是败在我手上，不要难过，我请你喝酒。我请你也未尝不可。比试开始。我一个招式都看不懂。小莹，你说师尊他能赢吗？当然，师尊这么厉害，一定不会输给任何人的，更不会输给那些自以为是、动不动就发疯的大魔王。啊？那是谁？哼，谁也不是。技不如人，技不如人啊！今晚你得请我喝酒啊！第2轮试炼，由云秀阁白小莹对战婉言。比试开始。幽兰林一战，你借犬妖之力胜之不武。今日，我就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讨回来。他敢这么瞧不起你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幽兰林一战，我能借得犬妖之力，还全拜师姐所赐。你多说无益，还请师姐赐教。让他赢了我。这便是朱元灵藏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哎，不可小瞧了他，他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提升你数倍的功力，切不可乱用啊。明日比试，我便用他来对付那个可恶的白小樱。哎呦，婉言仙子，不可不可！被发现，可是要受罚的。长老，你是裁决，你不说谁知道？再说了，我父君会允许我输给一个低阶弟子吗？
这……白小樱，你等死吧！卑贱至极，就凭你也想踩在我头上？怎么可能？空明长老，婉言的灵力怎会突然大增？云阳上仙，婉言仙子近期修为大涨，没什么可稀奇的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，无论你怎么努力，都会被别人踩在脚下。两个人来练术法，还是回去扫地吧。上不听婉言师姐的话，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。你甘心吗？认命？不好，如果在这里，我才不要！给我闭嘴！怎么可能？把小樱强悍到如此地步，婉言自闭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师姐，你输了。又来了，什么？监视你的人，专心练习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看来只能另寻他法了。说起来，你在幽兰林体内力量爆发，已过数日。九重霄那些老头子却没有一个人问你，这很反常。这有何反常？说不定他们根本就没看到。九重霄那些人可不是和你一样蠢。如今决赛之日，便是你对战你师尊。我本以为他会取消你的比试资格，如今看来，他们越是没有明面上的动作，越是在背后会有动作。那是因为我根本就打不赢我师尊。你可以给云崖下点药，削弱他的实力。我才干不出这种事情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害我师尊的。叶晨渊，你怎么把我变到小白兔体内了？我去会会你的好师尊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不要乱来。小莹，你怎么来了？特意给你做的点心，收下吧。这一看就不是我，师尊不要收！这个点心真是别致。师尊这是嫌弃，不想吃吗？当然不是，我看你心情不好，我吃了你会开心吗？师尊不要，里面有毒，不能吃。当然。不要吃，快停下！师尊不要！
未到尚可。那就好，我走了。我帮你这么大的忙，你就这么感谢我？卑鄙无耻！叶晨元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去哪儿？你干什么？你若非要做徒劳无功之事，我便赐你个封口咒。关于下毒之事，在事成之前，你半个字都说不出口。我一定。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害师尊的。看来我最近对你太过纵容，以至于让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向我道歉，我就放了你。绝无可能！不行，我要受不了了！他的力量如此强大，和师尊比试时，绝不能出岔子。得想个办法困住他才行。是不是现在要去帮我找杀害我儿的凶手了？不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做。不是先给我儿报仇，我不管。别忘了，那日在幽兰陵是我收服了你，你必须听命于我。只要你帮我完成了任务，我便解除你我的主仆关系，放你自由，同时帮你找出真凶。那你说话算话，不带耍赖的。那你要我做什么？我要你帮我困住叶晨元。白小莹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就在里面好好待着吧。不要！今日比试的胜者，将成为仙门中最有资格持有神剑封印夜神的人选。云雅、白小莹，九重霄的执剑人将在你二人中决出。云雅上仙，白小莹是你的弟子，但事关重大，切勿手下留情。云雅定全力以赴。小莹，虽然我是你师尊，但我也希望你拿出全部实力，不留遗憾。师尊，我还是说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我得想个办法提醒师尊中毒的事情。小莹，这是何意？白小莹，再不出手，你便算输了。既然这样，我先做做样子，在师尊毒发前输掉，这样师尊便可以拿到神剑，也不会引人怀疑。云然，师尊。
我们也不知道啊。小莹，白小莹，你使用的可是夜族之力，你可是夜族的奸细。我不是奸细。白小莹，还不承认？那么休怪我们拿你的夜族奸细击奸了。县主，一切都为查明真相，小莹绝不是奸细。就算仍未查明真相，执剑人也不能由这个来历不明之人取得。小莹，那神剑是斩杀邪恶的，所以要用人命击剑。若比试都不能公平，那仙门所为又与夜族有何区别？云阳，你可知三界受夜族灾祸之苦可矣，此时又怎可顾及师徒之意，速去取神剑，好以一己之私毁其三界期望？小云，叶晨元，我不行了。我若这样死了，叶晨元的灵魂是不是永远都回不去了？也好，也算报仇了。小云，小云！娘，我来了。你还不能死，今日之事，我还没找你算账。叶晨元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若真的被困住，你此时灰飞烟灭，也是自找的。眼眸里的狡黠自已骄傲，骨子里的不羁放肆张扬，将曾经包裹成枕边甜蜜的糖，想着有一天细细的品尝，也曾随心所欲去夺神剑吧，这个仙剑只有你才配。岁月静好。假象，让他让气氛现在已有三分自伤，尝遍了冷暖，受尽了屈辱，一笔分很难数，不在乎留下，但是满名庆祝。记忆里恍惚，说一人海阔，彼此等在远处，无非守不住一颗易碎的最初。原来这就是神剑。他如今拿回了肉身，神剑也近在眼前，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对我下手。我必须先下手为强。叶晨元，你又在耍什么把戏？你管我耍什么把戏？你修习仙法，不就是为了替你娘报仇吗？如今你的仇人虚弱至极，不堪一击。
不趁机杀了我？我自是会杀了你。你别演戏了，堂堂夜神，你到底什么目的？我的目的就是看你有没有本事杀我。连替你娘报仇都慢慢吞吞，我真瞧不起你。你给我闭嘴！他的三魂七魄损伤竟如此严重，并不是假装。就算取回了肉身，也于事无补。不，他只是因为拼了命救我才受的伤，却为何又一心激我杀了他？继续啊！不替你娘报仇了，趁现在杀了我！不对，一定有问题。君子不趁人之危，我白小樱向来恩怨分明，该报的恩和该报的仇，我都不会忘。这条命就先欠着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会堂堂正正来杀你。神剑认主了。原来小樱就是天选战神。是叶晨渊。丝毫没有怀疑过，今日比试你为何会输？白小樱，本尊清楚得很。昨日有人见到你送点心给云崖，你是不是在其中下了药？小樱，如果你没做，你就说。你有什么苦衷都说出来，为师一定信你。点心，确实加了药。当真如此？没想到仙门居然藏了这样的叛徒，还大义凛然地说我们拿你祭剑。哼，跟业族勾结之人，死有余辜。但我没有勾结业族。叶晨渊是我的仇人，我夺剑就是为了要杀他。小樱，我相信你分得清是非黑白。如今神剑在你手上，只要你杀了叶晨渊，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便还是我的弟子。师尊，是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，但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杀了他的。事实已经真相大白，
白小莹将叶晨渊藏在九重霄数月，他利用叶族之力，使自己功力大增，然后对你下药，抢夺神剑。云崖，你还要护他吗？云崖，你不要被白小莹蒙蔽了，你应该亲自清理门户才对。白小莹是你的弟子，只要你夺回神剑，清理门户，杀了他和叶晨渊，你便是我九重霄的执剑人。小莹，把神剑交给我。师尊，神剑并未认你为主，我给了你也没用。那你就杀了叶晨渊！小莹，你素来最听我的话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。如今神剑在你手上，叶晨渊你为何不杀？师尊，是因为神剑尚未开封，就算执剑人拿到神剑，也无法杀了。神剑杀不了你是一回事，白小莹压根儿不愿意杀你是另一回事。没错，白小莹分明是被叶晨渊蛊惑了心智，他早就忘了自己的身份。白小莹，你就是我们九重霄的叛徒。就是叛徒，唯独执剑人。此二人乃是叶族中人，是大恶，众仙诛之。仙主，白小莹乃我门下弟子，我亲自来收拾。好。白小莹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当真要与叶晨渊一起对抗我？对抗整个九重霄吗？师尊，连你也不信我吗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了你的妇人之仁，没要我的命。不过，我留着你是为了继续折磨你。你现在还不能死。白小莹乃我门下弟子，还请叶神将他交给我来处理。你的弟子，你却想要置他于死地。那些老头子想拿他祭剑，果真是一脉相承。看到了吗？这种地方，你还想留在这儿吗？叶晨渊，白小莹和叶晨渊逃走了，他就是我们仙门的叛徒。将白小莹从九重霄除名，跟叶族有勾连之人，不配留在我们仙门。仙主，是云崖办事不力，没能拦住他们。从今日起，
就冲霄在3界之内通缉白小莹，遇见者当场缉拿，若有不从，就地格杀。是。拜见夜神大人。记住，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的伤势，否则便是有来无回。堂堂夜神竟然还会怕死？不好意思啊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会先杀了你。拜见夜神大人。焦屠在哪儿？叫他出来。焦屠大人他已经不在这里了。什么？夜神大人，真的是您吗？属下找了您好久，都毫无音讯，还以为你……我怎么会被仙门那些废物伤到？主上没事就好。我等恭迎主上回归。果然受伤了，还带了个仙门的人回夜族，还真是耐人寻味。您如此不顾夜族的安危，属下只好以下犯上。3界都在传说你逗留仙界，与仙界一低阶弟子勾结，助他拿神剑，还为他受了伤。我本以为传闻是假的，哼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你受了如此重伤，还敢带仙门之人踏我魔心殿，根本就是置夜族于不顾。既然如此，这夜神之问也是时候易主。那名洒扫弟子，把神剑交出来。我也想交出来啊！我身受重伤，如今法力大减，召唤不出来啊。那你们就去大牢里面好好休息。你若一日召唤不出来神剑，便就一日待在里面。好。这些卷轴记载着上古阵法，唯有找到那天长老们使用的阵法，才能助小莹洗脱罪孽，重回九重霄。就是这个阵法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。你定然是有后手，依你多疑的性格，没有后手，绝对不会贸然来夜族。你悄悄告诉我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做？你就是我的后手。这算哪门子后手？时机已到。主上，属下焦屠来迟。这就是那个逃跑了的焦屠啊！不出主上所料，花玉莹果然有谋反之心。我等遭遇上号埋伏，现已重新夺回魔心殿。花玉影去了哪里？花玉影带走了寒木归元石，退守至剑清圣地。主上，主上，你没事吧？叶晨渊，没事吧？这口温泉果真如此神奇，还可滋补身体，疗愈伤口。主上，您的伤势很重，属下这就为您夺回寒木归元石。若是强行抢夺，夜族必定血流成河，我自有办法退下来。
是。没想到是3界生灵如草芥的夜神，倒还挺爱惜自己人的嘛。那当然，不像你们仙门，你的师尊对自己人亦心狠手辣。师尊才不是这样的人。你把麒麟花还给我！就知道你没本事，抢不到。你怎么了？叶晨渊，你该不会喜欢我吧？我发现你身上这些伤都是为我受的。我会喜欢你这种愚蠢之人。少自作多情。那是最好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是要杀你的。我此时如此虚弱，你为何不杀？那是因为我是你的仇人，还是你只是口是心非的说要杀我，实则……别做梦了，那只是我们仙门中人救人的本能。把青灵花还给我！一个手环而已，那么在意吗？这好像与夜神大人无关吧？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多了？当然与我有关，这是九重霄的东西，万一谁和你取得联系，对我业族不利，那可如何是好？这东西先放我这儿了。你是在耍我吧？你今天必须把青灵花还给我！你给我！还敢来？休想进去！何必大动干戈？我来不过是有要事相商。你不去找他，他倒来找你了。你来是要抢魔心殿的吗？怎么可能？如今你我势均力敌，若是拼死相争，谁也落不着好。而且我想过了，我本就对你爱慕已久，如今正是我们共建业族、强强联合的好时机，所以我来是想来向你提亲的。什么？什么？那么震惊干嘛？我可是很认真的。哼，你有什么资格提亲？你不怕我让你有来无回？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，可若是我有来无回，这寒木归元石和剑晶圣地都会自毁。现在我有资格谈判了吗？看来你已经考虑得很仔细了。那是自然。我拒绝。你有什么底气拒绝我？剑晶就在他手里，我只要能拿到剑晶，便可以开封神界杀了他。是我也拒绝，只有这么点好处怎么行啊？除非你先交出剑晶，这样我们还能考虑考虑。你是因为他才拒绝我的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之间连着一条复魂锁，只有我们2人一同用神剑方可展开。只要有他在，即便你们成婚了，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，我都得在旁边。这样还是有点尴尬的吧？所以是你想要？你放心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让叶晨渊同意的。我就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，他若是未来娶我，你们等着瞧。你想都别想。就3天，一言为定。等你好消息。解释你刚才的行为。
解释什么？他长得好看，能力又强，又能帮你恢复功力，还能给我建金，我想不到什么理由拒绝。白小野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弄疼我了！别说我与他人联姻共治，我更不可能被你这种人当做交换的条件。我这样的人，叶晨渊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的仇人，我拿你当交换条件又如何？再说，是你跟我说，只有叶族有剑姬，我才随你来的。我现在不杀你，也只是因为你救过我。我白小莹一向恩怨分明。只是这样。我也有一颗曾经希望，你没有杀害我娘，也不是那个随意取人性命的夜神。吵个架都分不开，烦死了！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这不是跟我吵架吵的吧？我只是尚未愈。那你还不赶快答应怀玉莹？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们先去温泉，走。我先说好啊，我回春树练的一般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他的灵魂破损竟然如此严重，这根本无法治愈啊！这是叶族的珍品补药，你多少喂他吃一点。我喂他，你看煮成这样，肯定自己吃不了，得有人瞧了用嘴喂下去。你不喂，难道我喂啊？我喂就算了吧。怎么还没喂完？掌声拨弄情歌。我只是在喂你吃药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要干什么。那你倒是喂完。你都醒了，你自己吃。白小莹，干嘛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去花雨野，我很难过。其实，花雨影也没那么差吧？是真不明白吗？我也不是，我是想拿回剑青。你要剑青，我可以帮你。此事，你以后不许再提。你的眸中混成烟火，冰冷星河，偏偏闪烁。
华语音给的3天时间就要到了，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去华语影，我很难过。不行，白小莹，他发病昏迷，头脑不清醒，你得清醒，不该有的念头要趁早断。对不住了。他怎么了？这你还问？他重伤未愈，你不知道？料着叶晨渊威风一世，没想到竟被自己最相信的人亲手送到我的床榻上来。好，叶晨渊，你是我的。等等，你得先把剑经给我。待我展开复魂锁后，人才是你的。行，但你得先让我好好看看。白小莹，你竟敢骗我！我没有。交出寒木归元石，否则你就死定了。我早就说过，我早已失了术法。若我没命，寒木归元石和剑剑圣地都会走。那我就留你条命，我自己拿。叶晨渊，我华语影不服。20年前，你来叶族，带我们攻上仙门，夺取剑经，然后你就闭关修炼了20年。这20年来，都是我和焦土在打理叶族。如今，你连功力也只剩1成，根本不配封你为叶神。等等，你说他闭关20年，那10年前，他也在叶族闭关吗？放肆！焦土，这20年以来，是我们在对叶族劳心劳力。他如今功力尽毁，你还要听他的吗？因为他是叶神，焦土只尊叶神。他可未必是真正的叶神，怎么可能轻易被伤害至此？我们叶族的宝物剑魔印，可见真正的叶族之神。不妨请他出来见一见，看看这叶晨渊是否为真正的叶神。看来这剑魔印不认你，那你就不是叶神。焦土，你看见了吗？还不跟我一起拿下他！你没事吧？快，趁华语影来之前，斩断复魂锁。什么意思？满足你的心愿。他们说你闭关20年，是真的吗？那10年前的上元节，你根本没有去苏城，也没有杀我娘，你为什么要冒认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世人对我的指控成千上万，我都不在乎。可你根本不是叶神。谁说我不是？斩断复魂锁，我要去华语影。为何？她长得好看，能力又强，
还能帮我恢复功力，助我夺回业族，这不都是你说的吗？我实在想不到，我为何不娶？可你不想娶她，你不爱她。现在我想娶了。叶晨渊，你不要这样。这与你又有何干？可我不想你娶她。为何？你为何不想让我娶她？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。只是这样。况且现在没有剑经，我们也斩断不了复魂锁，不如等先拿到剑经再说吧。斩得了。你不是说没有开封的神剑如同废铁？骗你的，没有开封的神剑，斩断这根破绳子轻而易举。你骗我！你为什么骗我？因为之前我不想，但现在我想。你当真要去华玉营？如你所愿。你们果然在此，我看你们往哪里逃！刚刚是被他强行带走，并非出自本心。现在复魂锁已被我斩断，已是表明态度，接受你的条件。果真如此？白姑娘与我再无瓜葛，与你联姻便是最好的选择。那你有什么条件？寒木归元石和剑经即可。好，待我们成亲以后，我自当双手奉上。至于白姑娘嘛，她也算我们个红娘，就留在这里好好招待吧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这10几年都恨错了人？叶晨渊不是野神，那他真是为了帮我夺取神剑吗？白小野，你不是不懂我的意思，你是刚好可以糟践我的心意。他是喜欢我吗？你让我去花云野，我很难过。可他现在真的要去花玉营，那我和他的这段时日也应该有个了结。那是小人的气息。叶晨渊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我之前以为你是我的仇人，但是我发现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可我们的误会已经造成了，是我亲手把你推向花玉营的。我说这些，不是想要怎么样。毕竟，你已经要成婚了，而且你要与仙门为敌。即便我现在不是仙门弟子，也不可能与业族为友。只是，我们稀里糊涂相交了这么久，总该有个了结。了结。好。
我话已经说完，此后你我便都可以放下了。我平生最恨背着人勾勾搭搭的贱蹄子，没想到还勾搭到我主人头上了。这欲拒还迎的样子，就是你们仙门中人的做派。呸！真不要脸！小雨，我们走吧。叶晨渊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果然做了执剑人。九重霄如此待你，你还愿意回来守护他？我该说你是宽宏大量，还是利欲熏心？亦或者情之所至？叶晨渊，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看来我猜对了，你才离开叶族多久，便和你的师尊勾搭在一起。师徒有伦，九重霄竟如此放肆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是啊，我师尊护我敬我，帮我洗清冤屈，还我执剑人身份，他就是这世上最好的男子，那要与你何干？走。休想带走小叶！就凭你！师尊，跟我走。小影。放开我！放开！
这就是你连剑经都不要，非要离开的原因吗？叶晨渊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我怎么低声下气求你不要娶花雨影，你是怎么说的？现在你又改变主意，与我何干？那你现在不想要剑经了吗？我当然要。小影，师尊，你不要！小影，你为何要替叶族求情？师尊，你误会了，他并非是来开战，他是来帮我们拿回剑经的。剑经是为了使神界开封，斩杀夜神，他为何要帮你找剑经？师尊，此事我稍后再详细告诉你。但是请你相信我，他此行绝无恶意。我们的账之后一定算清。今日的会谈不适合在九重巷，我作为人族的见证人，选择在人界这里进行。叶晨渊代表叶族，师尊则代表九重巷。剑经在何处？还在叶族花雨影那里。小英说你并非夜神，果然，夜神怎么会输给自己的手下？你不也输给自己的徒弟了吗？还想要杀了徒弟？若不是因为你，他又怎会当叛徒？若不是因为我，他今日还能活生生的坐在你面前吗？师尊，那些旧事不提也罢。如今最好的办法便是借助师尊的力量，这样，花玉莹便不再是我们的对手。叶晨渊借机夺回叶族，我们则拿回剑经。小影，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不信他。还不如我直接带着九重霄攻入叶族，夺取剑经。就凭你，还没进叶族就身首异处。你什么意思？师尊，若是你不信，可以拿真意水试一试。叶晨渊，若是我们助你扳倒花雨影，你是否会将剑经交给我们？是。师尊，你来。你夺剑经是为了小影？师尊，这种是。你是不是喜欢小影？是。叶晨渊来过吗？回大人，并未来过。岂有此理！好，叶晨渊，不管你玩什么花招，反正你一定会来这儿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。你是在找我吗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四处寻你，都不见你的身影。
我准备了一份稀世宝物，要送给叶族的新主人。叶族的新主人，也是，很快就是我们了。你们竟敢背叛我！若你乖乖投降，交出我们要的东西，或许可以饶你一命。来人！叶晨渊，你这样勾结仙门之人，可没有人会服你。连仙门的持剑人都是。拜见叶神大人！拜见叶神大人！开封神剑期间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影响神剑开封。此次神剑得以开封，云崖、小营功不可没，是为我九重霄的功臣。今后若有任何人对他们二人不敬，便是与整个九重霄为敌。是。仙主，我有要事需要向仙主单独禀报。小莹啊，这是本尊的密室，不会有任何人打扰。你有何事要禀报，尽管放心说吧。我在夜族偶然探得，叶晨渊并非夜神，真正的夜神另有其人。对于叶晨渊此人，你了解多少啊？他功力极高，3界能与之抗衡者少之又少。但他20年前才来到夜族，之后就一直闭关，就连夜族的事务也不由他过问。那你可知，夜神之力每300年苏醒一次，皆是随着容器降生世间。叶晨渊不是夜神本身，他是夜神容器。夜神容器。此事还要从1500年前的往事说起呀。这画像中人乃是神女西武，我与她还有祭白帝君同为仙友。1500年前，夜族为抢占我仙门增进修为的圣权，发动了一场对仙门的战争。在我与祭白帝君殊死抵抗之下，夜族节节败退。正当我要将这群妖孽铲除之时，夜族之王内心的愤怒、记恨爆发到了极致，成了无人能敌的夜神。夜族在夜神的带领下强占人界，生灵涂炭。为保仙门圣权，
刚刚诞下女婴的神女西吴，使用了仙门禁术，将夜神封印于至纯至净的灵魂。诸天归位，以我之灵，天地为鉴，封！原来事情是这样，可封印夜神的容器是个女婴，并非男孩。那证明叶晨渊绝不可能是夜神。那个孩子早已不在世间了。这1500年，夜神已经复活了5次。因此，叶晨渊到底是不是新的容器，不能仅凭你一时之差，因为人人都看得到，他所驱使的力量的确是夜神之力。如果他不是夜神，那就更需要尽快查明事情的原委。小莹明白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师尊，与仙主聊得如何？我终于知道了一些关于夜神的事情。我现在可以十分确定，叶晨渊绝非夜神，也并非杀害我母亲的人。我需要找到真正的夜神，替我母亲报仇，也算完成作为执剑人的使命。小妍，有些话我早就想和你说了。就算他不是夜神，不是杀你母亲的人，但他也是夜族中人。这么多年，夜族为祸三界，惨死无辜的人数不胜数。况且叶晨渊20年前就到了夜族，那么10年前的惨案便是在他统领时期发生。即使你不确定当天遇到的人是不是他，但他依然有责任。好了，别的话我不再多说了。你好好想一想。我和他之间到底要怎么办？当真无解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喜欢吗？我有话要问你。该问的你都问了。你根本不是夜神，也不是杀害我娘的凶手，对不对？看，有星月。别岔开话题。过来，先陪我坐一会儿，好吗？我很开心。啊？我在这里坐了1000多年，你能坐在我旁边，我很开心。你今天怪怪的。萤火虫？
这不会也是你变的吧？不是。寻来生命呀，真情风呀，好友相思寄故乡。眺望红尘间，他似在灯火阑珊。风雨散，一醉世前缘。问来生何日再见？千年这一瞬，情意何欢？爱一番难断。剪一段时光，心潮破碎，与你也无悔。尽管以后落花没千回，愿一段时光与你相伴，生死亦相随。镌刻你入心扉，沉寂最美轮回。叶晨远，说我真是夜神，你还会像以前一样，一定要杀了我吗？我会想办法证明你不是夜神。叶晨渊，叶晨渊，叶晨渊，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吗？剑已经开封，请知剑人迎回神剑。恭喜知剑人，喜得神剑开封。夜神之力，众仙皆废。有错，错在本尊。你说过，若我真是夜神，你不会杀我，而是找到证据证明我不是。没错，因为我知道你不是。哼，你太单纯了。既如此，就别怪我手下无情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在帮你清理余毒吧？我只是把夜族之毒灌入你的体内。
自从半年前我登上九重霄，唯一的目的就是夺取神剑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日。你终于把它交给我。你的意思是，从头到尾，你都在骗我？不可能！那你为何不早日拿回神剑，还助我夺回剑经？那是因为，我需要借助执剑人来帮我开封啊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不会这么容易上当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先把剑给我，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，我和你一起想办法解决，好吗？我的问题就是，我本想利用你夺回业祖，拿到剑经，没想到你费尽心思的帮我，还带上你的好师尊，我真不知要如何感谢你。叶之源，我不管你有什么苦衷和不得已，你若是再不把神剑还给我，将来无论你说什么理由，我都绝对不会原谅你。原谅我？看来你真的疯了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爱上你吧？不会的，你当时中了这一水，所以不会是假的。你别自以为是了，我对你从没动过真情。你现在这表情，当真是精彩。你剩下来的半条命，就让体内的余毒来受。剑伤未伤及要害，体内的余毒我已经清理。在云顶天山的重创，多半是遭遇巨变、心神俱动所导致的。现在已无甚大碍，我再去配些药。好，你去吧。白小莹，身为九重霄执剑人，你屡次对叶辰渊
此事就交给你去办理。本尊得到消息，叶晨渊通告三界，要与华雨影大婚。云雅，你正好趁此机会夺回神剑。至于白小莹，就在这回月居禁足，好好反省吧。他和华雨影大婚，叶晨渊，叶晨渊，不要！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娶华雨影，我很难过。你是不是喜欢小云？是。你别自以为是我，我对你从没动过真情。叶晨渊，难道我看起来就这么好骗吗？师尊，你是来看小莹的吗？是，我即将前往叶族夺取神剑，我不放心她，走之前来看看。可是小莹已经在休息了，不如师尊先跟我说，我代为转达。常青柔，你是不是有？我去向他学。什么人？叶晨渊在哪儿？我有话要问他。少了我这杯酒。白姑娘，你我相识一场，听我一句劝，有些事不必勉强，否则伤的是你自己。我偏要强求，有本事你就拦住我。那只好得罪了。教主，放他进来。是。白姑娘，请吧。果然是你，还是来了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
叶晨渊，你知道你有多幼稚吗？这个时候大婚，摆明就是故意给我看，让我知难而退的。越是这样，越证明事情反常。你脸皮已经厚成这样，竟无半点自知之明。要不是为了骗你帮我开封神剑，我早就和他成亲了。那当初你为何不和他成亲？那时我受制于他，我需要借助你的力量。我们叶族人就是这样的人，前一天还刀剑相向，第二天却甜言蜜语。我们叶族人也不讲道理的，我们只认成王败寇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做戏要做全套，我不装作赌气，怎能让你深信我爱你？况且，只有和你一起经历了那样的失落和愧疚，你才会助我一臂之力。难道那天晚上你也是骗我的吗？当然。你看着我回答。你不敢看我是不是？你说话呀！费那么多话干嘛？我们叶族女人的男人想抢便抢，但你得先打得过我再说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若是输了，他便是我的。你没事吧？有事，一时半会估计好不了。枯树颓百年了，怎么办？绕过几圈爱恨，誓言辗转离分。我最厌恶的就是卑微的人类，还有九重霄那些虚伪的神仙。你两样都占了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你？那晚，不过为了更容易的拿到神剑，只好牺牲一下我自己。你伤了我夫人，本该以死谢罪。但大婚之日，我不想沾染血腥。你赶紧滚，否则我废了你仙骨。好，我知道。夫人，不用理他，我们继续。回忆堆叠温存，难舍你我缘分。命书斑驳掌纹，分隔白夜晨昏。寒风揽尽寥落的星辰，我依旧在等，等不回
火一夜雕残，醉生梦死，何以启驰骋？几世牵绊，唯有我手上轻弹。你现在感觉如何？小妍，你怎么了？小妍，西园少先说小莹一醒就马上把药给她喝了，我现在去拿。柔柔，你照顾小妍，我去拿药。小莹，没关系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白小莹，给我滚出来！你要干什么？白小莹，你真是给仙门丢脸！你去夜族抢亲的事情已经传遍3界了，现在人间又因为你遭夜神洗劫，你还要造多少孽？小莹，你说话！你以为你不说话我就会善罢甘休吗？你想得美！跟我走，去众仙面前认罪，卸任执剑人职位。够了！师尊，我说的句句都是事实。他屡次失职，闯出大祸。师尊，你每次都给他收拾烂摊子，他根本没资格再当执剑人。那你又做了什么？是小莹夺回的剑剑，阻止夜族行凶。他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，你们却视而不见。你们只会盯着他的错处。你们若说我袒护他，好，我护定他了。以后与小莹作对，就是与我云崖为敌。云崖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看你是已经被他迷了心窍，已经变了个人了。柔柔，送客。师姐们，走吧。小莹，你知道你现在自己的样子吗？你还是我认识的白小莹吗？为了叶晨渊变成这样，值得吗？姐，你说什么？我需要神剑，才能杀死阴神。师尊，我一定会拿回神剑的。如此便好。仙主，小莹虽违规下界，但也是为了夺回神剑，望仙主谅解。作为执剑人，白小莹丢了神剑，此番又是去抢亲，实乃仙门之耻。就算本尊能宽恕他，众仙如何信服？3界又岂能饶了他？仙主，一定有办法可以将功赎罪。月牙万死不辞。你当真愿意救这个弟子？是。好，你随我来。这是仙门禁术3清玉术，可以使你的功力瞬时暴增数10倍。它也会反噬自身，轻则身残，重则魂飞魄散。可眼下若想从叶晨渊手中夺回神剑，恐怕也只能以身犯险，方有机会。
此前我本想让那白小莹使用这禁术，只是仙主，我愿替小莹前去夺取神剑。你可考虑清楚后果了？无论生死，云雅定不负所托。今日来送死的人是你。我今日来，不但要夺回神剑，还要替小莹报仇。你若不爱她惜她，便不应该靠近她。今日，我要让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就凭你？就凭我？看来今日你要葬身此处，我会叫白小莹来替你收尸的。你不配叫她的名字。果然是有备而来。神剑为何会在此？这多神位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我一定要见他。慢着，又要干嘛？对付自己人？永宁仙君，我知道是师尊帮我拿回的神剑，可如今云秀阁守卫森严，想必是发生了什么事。
您作为师尊的至亲好友，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还请您如实相告。你跟我来吧。他明知瞒不住你，只不过想拖一会儿是一会儿。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现在的样子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为了你，明知道不是叶晨元的对手，不顾性命使用仙族禁术，独自一人去找叶晨元拿神剑。失去手臂已是万幸，如今仙识消散，灵力全无，西元也束手无策。日后怕是只能这样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师尊，师尊，师尊。婉言说的对，我总是一次又一次拖累师尊，都是我的错。师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师尊，都是我的错。叶晨元，叶晨元，从今往后，我白小英跟你势不两立，我绝对不会再放过你。叶晨元，不，叶神，我们又见面。和你师尊一样，都是不请自来。九重霄的人可真有意思。你没资格提他。这10年来，我想了无数次我手刃叶神的场景。却没想到，真到了这一天，我会如此难过。叶晨元，我不管你有何隐情，你我今日都缘尽于此，恩断义绝。我今日便是要替我师尊讨回公道。
原来如此，看来我怎么折磨你，你都能保持理智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师尊。原来云崖上仙才是你的逆鳞，不可触碰。是又如何？正好，那我们便新仇旧恨，一起算。好，今日就让我们一起了结。叶晨渊，你叶晨渊，这是哪儿？神境空间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仙主。是我对不起我的孩子，要让三界知道，是他救了三界。姬白，愿意化身剑精，随我而去。我愿意。看我们探险找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神女的宅院？让人进去啊！神女，你快出来！神女快出来！这就是神女吗？跟我们长得也差不多嘛。神女快过来，让我们看看你。对对对，让我们看看你。神女，神女，快出来！莫非你干什么？我还要看神女呢！胡闹！她根本不是神女，而是不祥之人。她的体内住着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夜神，凡是被她触碰的人皆会丧命。你要是不想死，就跟我走。莫非，快走！莫非，快跟我走，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以后再也不许来这里。夜神容器的来由竟是如此。师尊说过，辉月居曾禁锢过夜神，原来是他。他就是体内封印着夜神的小畜生，我爹就是被他害死的。不要
要打死他，替我爹报仇。夜神就是九重香的爹，打死他！打死你！打死他！他是一手畜生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砸死你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一手畜生！他的血剧毒无比，我们留在这儿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们走，快走！既然我是不祥之人，那干脆……到底要怎么样才行啊？这下肯定万无一失的。这么多毒药，肯定没问题。怎么我还没试啊？这也不行啊！160次了，看来我这辈子都成功不了。为什么？顽固臣，别东张西望的，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得责罚你了。我还活着。竟然有人给我包扎！你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你是谁？是你给我包扎的吗？是我。我看你手腕上有伤口，便帮你包扎了一下。我是派来给你送饭的地阶弟子，名叫婉孤臣，你也可以叫我阿晨。婉孤臣来送饭的，难怪能进来。他们没有告诉你我是什么人吗？大体说了一些。那你知道我是谁？为何还要救我？因为你是我特别想见的一个人，今日好不容易见到了，自然不忍心看你独自一人倒在血泊中。对我好奇的人很多，来看我热闹的人也不少。你和他们一样。看来你恢复的还不错，赶紧吃饭吧。虽然已经凉了，但好歹可以保存些体力。这么阴气，难道是在饭菜里下了毒？仙甲界包扎，让我放松防备，然后再趁机将我毒死。不过
虽然痛是痛了点，但也能吃，试试看。你没有在菜里下毒。我为何要在菜里下毒？我说了，你是我特别想见的人，所以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那饭我也吃了，话也说完了吧？你可以回去了吗？你说的对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应该回去了，不然一会儿他们找不到我，又该念叨。我先走了，我明天再来。说什么不会伤害我，都是假的。过不了2天，你就会原形毕露。果然是个骗子。给你，我刚摘的水果。你若以后还是这副假惺惺的模样，那我不会吃的。那我便放在这里，你什么时候想吃了便吃。微微的烛火把眼映成窗影，我见你含羞低眉，神态徐徐，3分的酒气，却有9分醉意。我看繁华尽去，只剩孤影。斜月上前有来迎，人却在那刻最近。我不知怎么能给自己自己，想牵着一轮暖云，双手举起又随即。我披月随风而去，自信无情。斜月上前有来迎，人却在那刻最近。我不知怎么能给自己自己，想牵着一轮暖云，双手举起又随即。我披月随风而去，自信无情。别人都不乐意做这个活儿，觉得害怕。你倒稀奇，这些年一天也不落下。你单纯善良，并非他们口中说的那般危险。这人的相貌怎么同我一模一样？他也住在辉月区。为什么我脑中突然有了他的记忆？好痛苦，好难过。你要是没吃过饭的话，就留下来一起吧。我只带了一副碗筷。那你就陪我吃。
你们低阶弟子有多少人？大约有300多人吧。那你们每天都做什么事儿？一般来说，修习仙法即可。但像我这种极个别的，就需要清扫各宫殿的地面，还要浇花、焚烧垃圾，还要给仙君仙主换洗衣服。那你每天肯定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和事。嗯。你跟我说说。我在这里待了很多年，什么也不知道。那我说个跟你有关的。好。前段时间神剑试炼大会，紫离仙君拿了第1，但是神剑没有认他为主，仙主甚是烦恼，要继续选拔执剑人来守护你。守护我？嗯。算了，如果非要人守护的话，是你的话，还差不多。我？开玩笑的，你不过也是个低阶弟子。也对。外面的世界，要是能去看一看就好。如果你真想去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怎么帮我？这辉月居4周都施了法术，你们能凭仙牌自由出入，我可不行。除非那个人亲自过来，否则你们谁都别想把我带出去。我跟你说，我祖上曾经受过兔妖的恩惠，教了我狡兔3窟的空间法术。别的我不会，但这个我是从小就学的，我可以教你练习。真的？真的。可我的体内……算了，要是惹出什么麻烦就不好。我有办法。跟我来。原来九重霄如此壮阔华丽。那是自然，这里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修仙之所。西元上仙，我看着你，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她是我小妹，名叫阿奇，因是早产，所以不会说话。她是新来的弟子，此前并未与仙子见过。想来是我记错了。这里仙子太多了，我带你去人少的地方看看。嗯，走。好美啊！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漂亮。以后你想出来就告诉我，我就带你出来。谢谢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这辈子都看不到这么漂亮的美景。不用谢。不知道婉孤城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会是什么表情？
往日经常来送饭的那个呢？他怎么没来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也是临时被安排过来的。快走，快走！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万孤城，万孤城！万孤城，万孤城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受伤了？对不起，我今天没有跟你去送饭。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你不用说对不起。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他们竟然还没走，你赶紧藏起来，快藏起来！我既然都来了，我就不会在这种时候退缩。王孤晨，我就说你这阵子不对劲儿，果然被我抓到。这是哪个低贱的小仙婢，居然和你混在一起？也对，都是低贱之人，干得出这种事儿。管泽瑞，你住口！平时欺负我就罢了，我不允许你侮辱他。管泽瑞，他是你？你当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一个天生不祥的灾星，要不是皇爷爷仁慈，你凭什么和我一样被送过来修仙？你既是他的家人，为何要如此欺负他？呸！他就是我们晚风国皇家的耻辱。给我上！没事，他们走了。你是第一个出来保护我的，谢谢你。没事儿，就当是你这些年给我送饭的报酬。不过，他既然是你的家人，为何要如此待你？从小，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不祥之人。陛下，我晚风国从未被夜族邪魔侵犯过。如今小皇子刚出生，便引来夜族，以致痛失我朝太子和太子妃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！是啊，刚刚出生就这种从未真是不祥之人。我给他种下了心魔，无论以后他是何身份，多大本领，身在何处，都会永远怕狗。害人精！讨厌鬼！滚！害人精！害人精！这个灾星！所以，你的父母都是被夜族所杀。万孤城，我的体内就封印着夜神。即使这样，你也一点都不恨我吗？自从我知道你的存在，也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和我一样被视为不祥、被抛弃的人，我瞬间就觉得不孤单了。所以我才一直想要见你。至于夜神，那又不是你的错。我不会把仇恨转移到一个无辜的人身上。没关系，以后我来保护你，我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了。这个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物件。我害怕的时候，总感觉她在保护我。我现在将它送给你，这样，即使我不在的时候，也有它替我保护你。我一定会保存好的。
要是有人发现你跑出来就不好了。先回去吧，我商议好便去找你。那一言为定。你来了？等很久了吧？没有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好漂亮啊！你怎么做到的？你说你的血会让花枯萎，我又偷偷学了一个小法术，只是还不是炉火纯青，维持不了太久。我很喜欢。那你以后要经常给我编这么好看的小花。你喜欢，我就给你编。白一夕，没想到你真的跑出来，触犯仙规。啊，你果然是那个妖怪，难怪你俩搞在一起。妖怪配丧门星，哼！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在仙门10几年，从未做过任何坏事，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你难道不知道你是上古邪神的凡胎容器吗？你到处乱跑，若是放夜神跑出来危害人间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又不是我要危害天下，也不是我想当夜神容器的，凭什么要我承受这些？你竟说出如此冷漠自私的话，心中毫无慈悲大义，枉费仙主饶你一命。既然你敢做出罔顾3界生灵安危之事，那便留你不得。阿晨，你没事吧？一夕。
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一心，不要被夜神控制。一心，一心，快醒醒！一心，一心，一心。哎，还打瞌睡呢？你知道里面关的是谁吗？是封印夜神的容器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夜神。打起精神！如此可怕之人，却分到我们看管，真是晦气。造化弄人，多年来，九重霄一直未能选出合适的执剑人。然而夜神蠢蠢欲动，妄图打破封印。当务之急，是从仙门弟子中选出符合神剑心意的执剑人，护佑封印，守护苍生。是。是你在陪着我吗？是我太弱小，没能守护好你。仙主说要选拔执剑人来守护封印，一心，我要为你成为执剑人，我一定要守护你。这么好看的血迹，只可惜你不在我身边。众星恭迎九重霄新任执剑人婉孤晨。都说了我不吃了，拿出去。阿晨，阿晨，真的是你吗？我偷跑进来的。一心，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现在已经成为九重霄的执剑人了。你果真做到了。以后就由我来守护你的封印，就可以说服他们放你出来了。
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是我母亲留给我心爱之人的玉佩，但现在还在晚风国。你等着我回来拿给你。我等你。我很快就回来。王孤臣，你竟敢持剑进入大殿，果然有谋逆之心啊！当年我父亲身为太子，死于叶族之手。你们这些叔伯父，恐我继承太子之位，便大做文章说我不祥。多年来，皇爷手下留情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战神大人，先主在大殿等您，有事相商。知道了。孤臣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启禀先主，这晚孤臣刚当了执剑人，就下界去了晚风国，以仙法在凡间作乱，实属触犯天条。可有此事？并非如此，我去人间，拿回我父母遗物，只为赠予我心爱之人罢了。你可是要去见那白羽溪？正是。那本尊就不能让你们相见。为何？因为白羽溪就是夜神，是三界要除灭的邪物，任何人不得去见他，这是命令。抗命者，视同背叛仙门。什么意思？你说成为执剑人，不就是为了守护夜神封印？我为何不能去见他？难道是本尊没说清楚吗？执剑人的职责不只是守护封印，你的使命更是杀死封印着夜神的白羽溪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彻底铲除夜神。什么意思？你一直在骗我们！当年本应由作为执剑人的我亲手杀了他。可昔日与夜神大战，我身受重创，功力大减，无法被神剑所认，所以只能选一名新的执剑人来替天行道。现在他身上的封印越来越弱，只怕有一日，夜神就要破除封印。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，成为执剑人可以守护夜神封印？因为她是神女的女儿。本尊不忍让仙门得知，执剑人要杀的，就是神女的孩子。可是对他来说，岂非太过不公？是要让夜神破除封印，祸乱天下，你我成为千古罪人，还是为了所有人彻底铲除夜神？你我还有的选吗？不行，我答应了他，要去见他，不然他会担心，会害怕。见完他，有什么罪，我自领。众仙结阵。请执剑人躬身自省。啊！
这是仙主特意嘱咐我要送到的东西。婉孤城呢？他因为忤逆仙主被赐死了，临死前还握着这枚玉佩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骗我的是不是？他这么好的人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你骗我的是不是？你骗我的是不是？那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不过跟你搞在一起的人，也不会是什么好人。他根本就不配做执剑人，活该被雷给劈死。我不信，你撒谎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好一个狗仗人势的东西！是谁？哼，这么多年的隐忍，换来的只有最爱之人的死去。难道你还要继续忍下去吗？你们既然杀了阿芷，那便给他陪葬。夜神，好久不见呐！好久不见，长庚仙君。我在这躯壳内所遭受的一切，可还历历在目。若不是你们九重霄苦苦相逼，我还不至于这么快就觉醒。如今你将婉孤城杀了，我便也只好杀了你，就当替这女娃完成心愿。白衣，婉孤城还没有死。什么？一心。仙主无意伤了我，就让上仙替我救治。只受了重伤，无法见你，才让他们替我转交玉佩。婉孤城，长庚，你骗我！婉孤城，你看见了吧？你看见白羽溪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吧？他会干出多少生灵涂炭的事情？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只有杀了他，夜神才不会继续危害三界。万孤城，婉孤城，你不记得我们的约定了吗？你还等什么？等他破除了封印，彻底抢夺了白羽溪的身体，白羽溪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动手啊！快动手啊！阿芷，我不想被夜神夺走身体，求求你，快帮帮我！求你！
王国臣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你与叶神藕断丝连，注定后患无穷啊！我会带走以西，让他不会再有机会伤人。神剑已封，从今日起，我便和你一起离开九重霄。我们还能去哪儿？我真的很怕夜神会再次出现。别想那么多，你想去哪里，我就陪你去哪里。我会一直陪着你。那我想去你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。好，我带你去。这里便是你的家乡吗？我还是第一次来人间。喜欢吗？嗯。哎，姑娘，哎，买束花环嘛。这是什么花？好漂亮，之前从未见过。它叫结草花，结草衔环，只为一人。哎呦，这姑娘戴上这花环呀，像仙女下凡一样，真好看。哎，送给你了，我不要钱了啊。这世上只要有一人为我，便是活过，没有白来一趟。哎，你看，听说把愿望写在孔明灯上，就一定会实现。好漂亮啊！走，我教你放。好了。写的什么？不告诉你。那你要先许愿，要闭上眼睛。哦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来。3、2、1。你刚刚许的什么愿望？白以西，平安，幸福。你说，九重霄上的老头子看到我们的孔明灯，到底会不会帮我们实现愿望？哼，早知道就写个九重霄，滚蛋！这里西面是山，北面就是集市。
我把这里买下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谢谢你，我很喜欢这里。微微的烛火把人映成窗影，望见你含羞的眉，神态徐徐，3分的酒气，却有9分醉意。莫看繁华尽去，只剩孤影。斜月上前有而已，燕雀在南河随尽。我不知怎梦怎记，自惊自惊。想牵着一轮而已，双手举起月随尽。我披月随风而去，自信无情。斜月上前有而已，人却在南河随尽。我不知怎忘怎记，自惊自惊。想牵着一轮而已，双手举起月随尽。我披月随风而去，自信无情。一些，这是我们晚风国名菜。一些，一些，一些。一些，我是阿禅。一些，我要被夜神控制了。一些，若是这样，能让你不那么痛苦，你洗多少，我都愿意。一些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认出你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不会伤害我的。一些，怎么了？做梦了？没事，只是我感觉我越来越压制不住夜神的力量了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跑出来，害你受伤。阿晨，我很害怕，我怕我哪天被他彻底吞噬，失去理智，然后就再也不记得我们发生的任何事。不会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一个人经历这些。我去开一些凝神静气的药，别害怕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赶紧进去！哎，就是他！当时我看见那名女子，她就啊！我好痛苦，快让我咬一口啊！
当时夜神就是这样吸走了他的精气，是我亲眼所见，绝对不会有假。万孤尘，你竟敢把白乙溪那个妖孽带来晚风国，你这是要置晚风国国民的性命于不顾！你果然是个灾星！对呀，就是个妖孽灾星。就是，明明是个不祥之人，偏偏要回来，回来也就算了，还带了个恶魔回来。我看分明就是存心的。凤凰氏怎么会有这样的子孙？心眼坏透了。那个夜神啊，十分恐怖嗜杀，你只要跟他多对视一眼，绝对活不过明天。这可怎么办啊？他只是被夜神附了体，他是无辜的。哼！既然知道自己体内封印了夜神，就不该到处乱跑。被他害死的人，那才叫无辜。没错，说的对，没错，就是抓起来，不负责任。别跟他废话，把他抓起来，再把白乙溪也抓起来，给我上！小川，你们别伤害他！小川，娘，我觉得他不是坏人，体内被封印恶魔好可怜，你们不会杀人吧？我答应你们，我们不会杀人。人呢？一群饭桶！一心，一心，一心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魔气又发作了？一心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让我进去，我可以帮你。一心。